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到底外星人存不存在？到底如何才能成功？如何才能找到真爱？如何致富？如何减肥？恭喜你点开这支影片，因为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看完这支影片，你就会知道如何找到你要的答案。21世纪的人类活在文明的悖论，我们登陆火星，却困在焦虑的牢笼；我们掌握了大量科技，却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当所有工作都被 AI 取代，人的价值到底还剩下什么呢？当所有的答案都能被 AI 生成，为什么我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烦恼？为什么还会感到恐惧、感到困惑，甚至是被空虚和孤独吞没？原因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没意识到，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对生命的迷惑不清，而只有真正的智慧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庆幸的是，在全球80亿人口之中，仅有那么寥寥几人，他们早已破解了议事矩阵，他们看穿了世界的幻象，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也为人类带来了意义最深沉的真相。开悟者只是世人赋予他们的标签，这跟宗教无关，更不是什么心灵鸡汤。如果人生就是一个虚拟游戏，那么他们就是地球 Online 里面的超级玩家，解锁了各种不同的技能、不同的场景，可以随时登出游戏，也可以随时进入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他们就是人类实实在在的智慧精华与结晶，当然也是唯一可以破解人生游戏里所有难题的存在。然而人类目前还存在着一大难题，那就是网络上的资讯琳琅满目，每天有317万 GB 的开悟资讯淹没网络，各种似是而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言论被包装成真理，还隐藏着各种演算法精心设计的陷阱。当觉醒成为一种流量商品，我们又该如何从各种网红上市的讯息里过滤出宇宙的终极真相呢？这支影片会介绍3位目前世上公认的开悟者的一些核心学说和观点，并且归纳他们的主要思想和实践方法，给你一个超清楚的入门概念，让你一次看懂开悟这件事。首先要介绍的是来自西方的开悟者，当下的力量的作者艾克哈特·托勒。艾克哈特·托勒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关于痛苦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绝大多数的苦难并非生活本身所致，而是源自于对于当下现况的抗拒。它出自于对当下现况的诠释，出自于念头，而不是出自于实际的情况。艾克哈特·托勒认为，痛苦是我们绝佳的导师，它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虚假的自我形象和执着。怎么说呢？一个有着极其痛苦经历的人，他们会走到愿意洗耳恭听的地步，把有另一种生活的方式这样的讯息真正听进去。不经历这样的痛苦，是很难对这样的讯息敞开心胸的。最后，他们才会意识到，人类的痛苦都是自己的念头制造的。艾克哈特·托勒说，打破痛苦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控制当下的力量。他强调，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未来的也还没发生，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持续且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聚焦于当下内在的感受，觉察这痛苦，而不加以批判或分析，就可以切断与痛苦的连接。当我们观察到内在的抗拒和对痛苦的执着时，同时也觉知到那个观察者，艾克哈特·托勒把它称之为内在静默的临在，这样就能体验到当下的力量，也就是临在的力量。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与当下为友，不为敌。你要常常问自己，我与当下这一刻的内在关系如何？
我对当下这一刻是友善的吗？还是充满敌意？当下这一刻是我的敌人吗？在当下就这么问自己，这就足以带来改变。因为当你认识到自己与当下为敌，而你也知道你的人生唯有当下，那么你和当下的关系就不得不改变。你和当下的关系就会变成接纳，而不是抗拒。这不是说你就要变得消极，而是在接受当下的情况下去采取行动。当内在可以100%接纳当下的现况，你就有了内在的平静。而基于内在平静的正确行为，它的力量远远超过基于抵抗和负面的相同行为。以上就是艾克哈特·托勒的其中一些学说和观点。接下来要介绍的开悟者是杨定一博士。杨定一博士拥有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生化博士及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医学双博士。他的 YouTube 频道全部生命系列融合了东方哲学智慧与现代科学理念。关于健康，杨博士提出了真元医的概念，它是一种整合身心灵的预防医学方法。其核心在于认识到只有彻底转变信念，才能恢复健康与福祉。这里说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一个全方位平衡的生活模式，包括饮食、运动、呼吸、思想、情绪管理等等。杨博士也深入探讨了意识在塑造我们经验与实相中的作用，他把它称之为唯识。他将唯识视为真正的生命科学，认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都受到我们意识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唯识：新的意识科学》中，他指出，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客体的影子，而真正的目标是回归唯一真实的主体，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他认为，许多表面的矛盾和冲突都源于我们透过有限的肉体和心智来看待生命。杨博士还特别强调中道的重要性，认为它是通往内在平安、平衡和解脱的道路。尤其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他所谈论的中道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平均值或折中，也不是甘于平庸，而是一种友善的中立性，一种站在真实看一切，不落入任何极端的态度。透过中道保持平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同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当下。这种良善的中立性所带来的正向的动能，会创造出正向的螺旋，推动生命的转变。杨博士认为，中道是所有大圣人领悟真实后对人间的告白。他甚至将中道视为未来人类的新常态，是活出生命神圣本质的整合之路。目前，他正透过全球线上共修的方式，带领人们深入体验中道，将中道融入日常生活，打开内在空间，接受事实和变化，从而实现真正的疗愈和解脱。第三位要介绍的开悟者是《灯出剑和空白剑》的作者墨子。片头开场，我们将人生比喻为一个名为《地球 Online》的虚拟实境游戏。这个说法就是源自于墨子。墨子说，在这个虚拟实境游戏中，我们认为所谓的我就是游戏中的主角。我们习惯性的把游戏中的所有场景、情境和遭遇都当成了这个我的体验，日复一日。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眼前就会出现该地方的影像、声音、气味、触感等讯息。然而实质上，只是程式呼叫了这个地图的资讯显示在荧幕上，让我们体验它的真实性。直到有一天，你从游戏中某个契机获得了所谓登出游戏的讯息，知道了有登出这件事。登出的方法并非是依靠游戏中的任何行为或道具达成，也没有任何按键可以选择，相反的是暂停游戏，并且对游戏中的任何人事物的认知与信念
暂停辨识。这个暂停辨识的状态，就是墨子提出的概念不解释。当这个暂停辨识不解释的时间够久，深度够深，就有可能来到一个转折的瞬间，啪的一声跳出了游戏。登出游戏以后，原本游戏中的你所扮演的人物角色完全不见了，你忽然醒觉，发现你并非游戏中的人物角色，而是一直操控着人物角色的那个主人翁。登出便是开悟，开悟后，我们才得以看清真实世界的面貌。真实世界看起来一无所有，但待在其中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圆满。之所以一无所有，是因为任何现象都是多余的，有了任何现象就会有解释，任何解释都会让你产生信念，而将当下完整的圆满感切割成不圆满。墨子还说，整个生命就只有3个面向：觉察、所觉察之观感讯号，也就是现象，以及对讯号的解释，也就是我们的信念。举例来说，一台汽车经过我们的眼前，我们发现了这么一台汽车，这个发现就是觉察，这台汽车本身就是当下的现象。当觉察到这台汽车的一瞬间，我们就提取了很多的信念来跟眼前的现象做比对，比如这台车是什么车型，是休旅车、超跑还是一般的轿车，它是什么品牌、什么颜色，车上有没有人，这台车开得快还是开得不快等等。这些就是我们对现象的解释。当我们对所觉察的现象加以解释，人生的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当我们把一切解释都拿掉，现象也就不成立，剩下的就是空空荡荡的觉察，这就是开悟。好了，以上便是3位开悟者部分的核心理论和学说的简单介绍。很抱歉，为了吸引你点阅，影片用了一次看懂开悟这件事这样的标题。事实上，真正的开悟绝非3言2语就可以说清。如果真理是一整个球面，那么这支影片顶多也就只触碰到了球面上的一个点。因为开悟它不是一套僵硬的理论或方法，开悟的真理必须亲身体悟，是超越语言概念的。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作为2500年前的开悟者，对世人说法说了7749年，却未曾说过一字。不是说佛陀从来没有开口说话，而是开悟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必须自己去证。开悟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段充满探索与惊喜的旅程。它不需要你放弃现有的生活，也不需要你去吸收什么新的知识，它只需要你放松，只需要你愿意敞开心扉，去感受生命中所有的体验，去体验内心最深层次的宁静、喜悦、单纯和圆满。这才是作为人类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对这趟旅程感到好奇，如果你渴望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如果你想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你可以关注以上3位开悟者的 YouTube 频道，他们会带领你一步步揭开生命的奥秘。我是山木，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